来吧，新玩具，今天我们来玩 KO 版的这款 SS 威震天。MX 又是一家不知名的厂商，盒子的外包中有透明的窗户，直接可以看到内容物。食品方面，彩页的照片说明书、变形指示还是非常详细的，3遍嘛，正反面步骤很多。来看玩具的实物吧。嘿嘿，说实话，这个模具变的这些载具啊，我天，乱七八糟的，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形容。你外星战机吧，对吧？你，反正外太空嘛，没有空气的阻力啊，想设计个啥样就啥样，爱怎么飞怎么飞。那其实这一款也是跟官方原大的尺寸啊，并没有任何的省略，也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动。料子方面，我觉得跟官方的那个柔韧度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试玩一圈的感受就是 KO 版本比官方很多地方要紧特别多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KO 版这个水口控制不是特别好，需要自行的稍微切一下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泡摘掉，哎，对，这个地方要变形一下。把这块折开，你看，在这个轴旋转的时候，就明显能感觉到特别的紧。还好这里是螺丝啊，如果太紧的话，稍微松一点。然后咱来把它变成坦克啊，这个模具设计的稀里糊涂的，坦克也就那么个样儿。先把这2个扣子卸开，裙甲这个地方挑开，这里挑开。下方跟大腿根这儿有一个结合锁的扣子，好，把它顺着里边拉出这个胯关节，哎，这里也是非常紧的。问题就是看这些地方的水口，就随便的一夹，并没有切得很干净，所以有这些水口飞边的存在呢，导致了有一些地方的脱出和扣不是很顺畅。回头稍微得削一下，把这些地方切平整就好了。所以模具精度是没有问题的，主要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工艺上边，稍微的自行修复一下，问题不大。把这一块，你看这个膝盖的根部的这个轴也挺紧，有的朋友喜欢紧啊，对吧？毕竟紧总比松好嘛。好，我们折过来，把这块的插扣结合上。翅膀往下折，这里边有一个插扣，定一下。反过来，把这节履带拉伸出来。好，一条腿我们先变成这样，2条腿都变完，注意胯部的这个位置扭一下。最后我们是要折到这方向的，稍微的调一调。好，胳膊让出来，从上面这里。拉开这里边的3段关节，鼻尖双关节折进去，哎嘿，头折下来，再把这里啊，这些轴都是很紧的，把它叠好。然后这2片腾开的裙甲90度，我们折回来，放在这个空间里，2条腿撸上来，侧面这里2个插扣，腿部结合固定。卡住它，上面的这一坨往后叠吧叠吧，胳膊放下来，然后要摆成一个外撇的8字，后边这里结合的插扣钉上，注意手臂的转，利用胳膊肘的关节把它往回窝一点曲线，泡夹在中间。那就这么个玩意儿，当然，如果觉得这样不好看的话，稍微的往后拉一下，放这儿。啊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坦克比那飞机强一点吧，不过旋转炮台的时候太怪了，扔到后边去了。这个模具啊，其实就是说起来，它设计的这俩形态真的太水了。也就是说，曾经官方准备要出的时候啊，也是用08的那个费岸威震天，当时也是一个3变的形态啊，准备用那个模改出来，结构差不多，换一下造型而已。但是后来呢，就连那个费岸的重生计划都否掉了，可能也是因为成本所限吧。哦，刚才这里没卡上，卡上这个坦克头就不会松了，所以呢，就搞出来了个这么玩意儿。哎，要我说呢，
之前咱们正版的也玩过啊，不是说它不好，它人形确实做的不错，而且可动啦，包括它整个身上偷胶空洞这些东西都避免的很少。但这两个伪装形态真的这不像话。好吧，这一款我们主打玩的还是一个人形嘛。依旧，我们先把炮管子摘下来，这一块继续折叠 Z 字插住。变人更简单了啊，腿直接卸开这两个扣子，然后打开履带下方的插扣，双关节往出让，同时要把脚丫子这里翅膀解锁开，放出来，履带折叠到小腿里边，也有插扣可以固定住，同时用这片翅膀再锁一下边缘，把这个翅膀尖往后窝，腿就包起来了。其实你看这个模具做的啊。你看腿部360度旋转，没有任何偷胶空洞，而且板件的细节刻画纹路都很好看。胯部这里继续把这两个先掰到后方，前裙甲打开，侧面这里把这个 Z 字关节折进去，卡住。哎，你说它有飞边吧？它进的时候挺好进的。然后再把侧裙甲转过来，哎，很漂亮的一个胯部也就包出来了，非常不错。上半身胸口的位置。侧面这两个小挡片90度立起来，然后旋转180度，胸口翻下来，后边这一块打开胳膊，注意后边的这个多段关节的折叠收纳，把它放进去。哎，往前放的时候，肩膀这个位置有一个插扣，和前胸甲这里固定起来。看身体的这个部分，饱满的程度也很好，背包也完全可以说是零背包了，非常的精彩。腰部也没有任何的贯通光空洞。哎，最后我们旋转一下小臂，它上下都是可以转的，拽着点上边，小臂转到正确的方向，抠开板子。你看，甚至手腕这里，哎呀，海日宝很难见的把这个位置做了一个盖板。最后。保为标志性的臂炮，给它一插，好，这款 K5 版的 SS 威震天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哇，整体来说变形的手感还是非常的紧的。我不知道这个模具为什么之前炒的那么的贵啊？官方在正式推出这款 SS 威震天的时候，好像是500多的价格，据说后来还炒得更高了啊。所以就像之前我们玩正版时候说的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这款玩具的一个调性啊。你说它是一个神物吧，两个变形形态都挺拉胯的，把玩起来没有任何的乐趣，很垃圾的变形设计。但你要说它不好吧，你看看这人形保证的啊，身材的匀称程度，甚至都没有如今16:9的那种官方调性。再加上身上那种装甲刻画勾勒的细节，这都是官方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。不好的地方，官方原先偷胶空洞的位置，你在这款身上几乎都看不到，甚至连小臂里边都给你填了盖板，堵起了窟窿。可以说这一款啊，如果说作为一个可动人偶来说，这个的模具无可挑剔，官方自己出的超可动、超美型人偶，虽然说少了一点涂装吧，但做到这个级别的产品，能到这样的水准啊，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但变形设计真的太差劲了。在很多老玩家所认知的那个变形金刚辉煌年代啊，也就是从07年第一部电影一直到10年、11年前后的这段时期，变形金刚不论是哪个系列、哪个级别，你都能感受到设计师满满的精华融入的每一个玩具里边的感觉，再加上诚意的制作啊，还有一些优良的水准。不得不说啊，那个年代真的太令人怀念。而如今呢，很多新进的设计师大部分是原型师，这个原型师和设计师之间还是有差距的。所以你会看到，为什么现在很多玩家在抱怨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越来越多了，而且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叫什么变形金刚？由来已久的这种争论点啊，这里边我们不引战，但是我也尊重每一个玩家的选择，因为我个人也喜欢收藏一些不可变形的那种变形金刚角色，确实很漂亮。而这一次威震天的模具呢，明显能看得到更融入了金刚派的概念，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形，非常漂亮的美型，非常精湛的这种
无可挑剔的360度，你看多好啊！就是它变形不好玩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但就是一款这样的设计，竟然出现在了 SS 的产品里边。当然，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，这也不为过了。而就算是这样的产品，它竟然炒到了700块左右，售价它本身当时出来就不便宜啊，500多的价格，当时大家拿到以后，甚至都觉得，哎，算是好价了。而现在 KO 版出来了。这就翻回来，我们话分两头说。就算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垃圾的设计，但是冲这么漂亮的人形，这么好的可动，这么不错的一个威震天的概念，你想拥有它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500到700的价格区间望而却步。而这一回 KO 把价格打下来，你就算不喜欢它的变形，便便宜宜买一个，房子那儿摆一个人形，也挺好看的。最关键的，大家都很在意的这个 KO 版本头雕细节肉的问题，在这款上面表现的还不错，细节雕琢了，每一个角的锐度了，做的都还可圈可点。就是这么一款马桶头威震天，很有 G1 的元素，也融合了外传的特色。虽然它在外传电影里边并未登场，但是官方原先有这个设定稿，并且已经出了这个玩具了。官方说啥就是啥 ，KO 也是照着做的。那么就是这么一款喜忧参半的威震天设计啊。虽然说它的变形设计真的让很多玩家觉得太烂了，但是这款的人形啊，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玩具。所以最后总结 ，KO 版本出来，终于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。如果你实在不喜欢这个模具，只想收藏这个人形呢，便便宜宜的，就算最后玩坏了，或者说不喜欢的时候，你也不会那么的心疼。用料方面还可以啊，该用韧性的用韧性，而且涂装了，在细节的雕琢方面也明显比之前看到的一些 KO 版本的玩具要强出来不少。原大的尺寸可以跟你官方原版的玩具放在一起，呈现同样的比例。但最大的问题在工艺上边，水口需要自己稍微的修整一下，有一些地方如果阻碍到了变形，拿笔刀刻一刻，或者在一些轴比较紧的位置，用螺丝稍微的松动一点点，把玩起来就会顺畅一些了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